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事实证明，聪明的李沁充分表现，在演艺道路上早已做出明智的选择。如今，女性演员在竞技场上的表现已经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光彩。85种花卉，包括杨幂、赵丽颖等，一直在市场上持续占据领先地位。0朵花中，文淇、张子枫等人以强势的姿态向对手发起了冲击。相较于85花们人手一部爆剧的超高国民度和00花们优秀的电影市场，90花们呈现出了明显的竞争劣势。李沁乃90花之一。提及李沁，或许会勾起人们对于《楚乔传》中元纯公主的联想。她在2017年的故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。在剧中，李沁华身着华贵的服饰，妆容浓艳，仿佛是一位高贵的公主，对世事的险恶毫不知情。然而，随着国家的覆灭和人民的无家可归，李沁将元纯这个落魄黑化的角色演绎得令人厌恶，同时也引起了人们的同情。红花绽放于眉间，眼眸微蹙，诠释着亡国公主的形象，宛如一幅栩栩如生的画卷。这部剧让李沁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瞩目，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。传闻女主对男二并不怀有爱意，而男二则是为大众所摄，然而反之亦然。在剧中，李沁所遭受的不幸命运，反而深深地触动了观众们的心灵，使她获得了无尽的怜爱和支持。从此刻起，李沁的电影邀约纷至沓来，络绎不绝。然而，李沁并未选择涉足某些流量剧领域，而是决定在2018年交出《白鹿原》，并获得白玉兰最佳女配角提名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00花出现之前，这个奖项对于顶流女明星们来说永远是一大难题。李沁在接下来的道路上一帆风顺，接下来的2部作品分别是《建军大业》和《庆余年》，为她的人生注入了新的活力。李沁获得如此丰厚的蛋糕后，她的职业生涯应该开始腾飞。然而，李沁却逐渐失去了在公众中的声望，这着实让人感到不可思议。在今年的人生之路中，她的表演技巧备受网友诟病，导致她逐渐失去了在社交网络上的影响力。随着6月的到来，与顶尖肖战搭档的《梦中的那片海》更是让人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之中。李沁曾为进军演艺圈而舍弃昆曲，如今是否已经陷入绝境？路人缘不好。众所皆知，90花的阵容中蕴含着2位杰出的将领，其中一位是在红毯上璀璨夺目的迪丽热巴，她的美貌更是无人能敌。杨紫是一位备受瞩目的国民妹妹，她的演艺事业已经连续爆发。他们互相往来，其中一位名为蜜香沉淀如霜，一位名为你是我的荣耀的作者，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，备受瞩目。随着他们2人的战争进入白热化阶段，甚至涌现出了一些后起之秀谭松韵，加入了这场激烈的角逐之中。相较于这些数量为90的鲜花，李沁原本应该是那个率先夺取胜利的人。人生之路我在路上这部电影是他导演的第1部作品，也可以说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。然而，在今年3月，李沁的声誉受到了《人生之路》这部作品的严重损害。《人生之路》这部上星剧以其贴近农村的背景和演员的敬业精神，勾起了人们对于曾经大爆电视剧《山海情》的回忆。此外，据网友爆料，这篇文章是备受欢迎的 IP《平凡的世界》的前文所述，一看就像是一部描绘时代风貌的大型电视剧。人生之路在网络上引起了广泛的瞩目，成为了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。在剧集尚未开播之时，雨刷器腿已经开始在各大平台上进行刷屏操作，从而提前吸引了大量观众的目光。然而，尽管该剧备受瞩目，
李沁却未能享受到应有的福利待遇。实际上，在该剧开播之前，就有人对其未来的前景感到不安，因为它不是一部纯粹的电视剧。毕竟，李沁因其独特的体质，每当饰演女主角时，便会神秘地变成一位隐形人，难以察觉。尽管李沁在《庆余年》和《锦绣南歌》中的表演并不算糟糕，但却遭遇了无人问津的尴尬局面。因此，有一位提出者呈现了他们的观点：在如此炙手可热的氛围中，李沁的表演显得粗糙不堪，却未能达到应有的水准。在《人生之路》热播之时，网友们纷纷对李沁饰演的村花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，甚至在微博热搜上出现了真假村花对比，以此来嘲讽李沁的表演。尽管这部戏表面上呈现出精湛的制作工艺，然而人们却对其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和分析，对其真实性提出了质疑。尽管李沁所饰演的乡村少女面容憔悴，呈现出一种乡土风情，但她的发型却显得有些凌乱不堪，却有着和她的外表一样美丽的心灵。然而，李沁所制作的衣服在款式上显得有些陈旧，因此她并不愿意将其真正用于旧画。此外，李沁的烤瓷牙散发着耀眼的光芒，在人群中显得格外耀眼。她光滑的肌肤随意涂抹着黑色粉末，更是引起了众人的瞩目。有一位网友发表了一篇犀利的评论，暗示自己在进行一次不确定的扮相，建议再次审视。况且，李沁的演技也难以令人满意，特别是在那个刻意制造冲突的三角恋中，李沁的表现时而狂热，时而呆滞，与真正的村花气质截然不同。相较于真正的表演大师，李沁显得更为稚嫩，仿佛还未完全成熟。作为一位昆曲出身的演员，李沁以其端庄的身姿和出众的容颜成为了他的致命武器，但他并未完全掌握其精髓。巩俐在大三时期所饰演的《红高粱》中，展现出了农村乡土中的绚烂之花，然而她的表演却毫不掩饰地展现了她的大方得体、美丽而不失优雅的一面。显而易见，李沁怀着满腔热情，渴望将这场戏演绎得淋漓尽致。然而，她的失利略显过度。相对于旧友而言，李沁所饰演的刘巧珍是一位较为内敛的乡村女性。然而，由于她的学历相对较低，刘巧珍或许会感到有些自我贬低。然而，刘巧珍这一角色在李沁的演绎下，呈现出了一种比旧友更为狂放不羁的气质。在一幕场景中，刘巧珍紧紧抓住男主高加林，不肯松手，向外人展示了她的掌控能力。她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，她仿佛是一只斗胜的雄鸡，渴望向全世界展示他们之间的爱情。然而，刘巧珍身为一位纯真而腼腆的年轻女孩，在那个时代，她不应该采取如此异乎寻常的行为。刘巧珍的善良和淳朴令人感动，更值得一提的是，她散发着农村少女特有的含蓄气息。与田小娥那种勇于表达爱恨情感的形象相比，李沁的表演风格完全不同。李沁未能成功，她在舞台上演绎了一个疯狂的田小娥角色，不仅没有表现出时代的悲剧氛围，反而让人物以为她自食其果。实际上，这次李沁的翻车并非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事件。去年，她在《请君》中的表现遭到了广泛的批评，人们对她的演技提出了质疑，认为她只能扮演次要角色。李沁在《请君》中与任嘉伦搭档，共同演绎了一场精彩绝伦的表演。在观众看来，这只是个很平常的故事，但是它却引起了人们对爱情的思考和讨论。这部作品与《来自星星的你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，它是一部以爱情为主题的喜剧佳作。《请君》在开播之初即荣登榜首，充分展现了其卓越的表现，赢得了广大观众的赞誉。
尽管李沁所饰演的女主角引起了广泛的讨论，但她仍然无法摆脱一个同样的难题：她渴望完美的演绎角色，可惜她的表演过于激烈，只剩下了一种尴尬的感觉。尽管李沁在《请君》中未能妥善处理喜剧角色，因为这与她那张痛苦的面容格格不入，但在人生之路中，她的表现仍然令人失望。归根结底，李沁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自身所面临的难题，就如同李沁在《请君》中所遭遇的困境一样，李沁尴尬的台词犹如一道惊雷，让人不寒而栗。李沁在饰演于登登时，一直未能完全融入角色，她的台词一字一句地说着，让人感到她的表演缺乏灵活性和灵活性。在剧中，她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小姐，穿着一套白色的旗袍，在舞台上却不像演员，总是那么干练。在剧中，她呈现出一副老板呆萌的模样，毫无角色的灵动和气质可言。随着人生之路的到来，李沁在台词方面遇到了更为棘手的问题。在人生之路中，刘巧珍这位素未谋面的年轻女子，其言语表达或许略显拘谨，然而李沁并未呈现出这样的情感。在剧中，她仍然能够流利地使用普通话，丝毫没有表现出一副文化素养低下的形象。有人犀利地抨击道，李沁饰演的刘巧珍散发出一股浓郁的文人气息，似乎并不需要借助他人的指导，反而比景老师所说的更为出色。李沁虽然一直在演戏，但她的直言不讳让人不禁怀疑她的演技是否有所进步，因此有人认为她的表演只是一种虚假的努力，缺乏真正的用心。此外，引起争议的是，有网友指出李沁在扮演角色时存在着一定的瑕疵，这也是导致她此次表演粗糙的原因之一。据一位网友透露，李沁的这2部戏是同步进行的，然而由于时间限制，她甚至错过了这2部戏的进行。实际上，她是2个剧组的女主角。然而，导演并未证实这一消息的真实性，因为她完全是无中生有。然而，李沁的声誉却因此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，再也无法挽回。或许有些遗憾，因为李沁之前的表演技巧一直令人赞叹。李沁在《楚乔传》和《白鹿原》这2部老戏骨中的出色表演，虽未达到登峰造极之境，但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。然而，这些备受瞩目的人物皆为次要角色。作为一位追求卓越的女演员，若无法胜任主角角色，将会面临致命的劣势。顶流演员是个好东西吗？据称，李沁在选角方面存在欠缺，未能成功挑选出符合要求的主角。尽管她扮演的是女主角，但高光却将所有角色都演绎成了配角，而自己却无缘展现自己的才华。他们还以《楚乔传》为例，李沁在剧中所饰演的落魄公主戏剧生涯堪比主角的演技，因此可以推断出李沁在剧情推进方面遭遇了一些阻碍。尽管我们所言甚是，然而我们无需过于忧虑。鉴于李沁的抉择或许是明智的，故此接下来将出现逆转的情况。在今年6月，央视上映了一部由肖战主演的电影《梦中的那片海》，与我们的李沁搭档合作。肖战不仅因其自带的流量而备受瞩目，更因其离奇的剧情而在未开播之前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。何鸿燊、童小梅和肖春生之间的情感纠葛在这部戏中得到了生动的描绘，3人的爱情故事总是充满了狭隘性，而2位女性的表演也充满了残酷的元素。相对于何鸿燊而言，李沁所饰演的董小梅在扮演主角时显得过于刻板，缺乏足够的层次感。在剧情中，何鸿燊和肖春生之间的感情如火如荼，他们的感情之深甚至让人感到疑惑，究竟谁才是当之无愧的女主角？董小梅被安排在剧情中表现得大方得体，甚至亲自为男主和女2号送上了祝福。因此，
有些人认为这是李沁所呈现的效应的再现。女配角散发着美丽的光芒，张扬着自信的姿态，然而女主角却默默无闻，没有人关注她。在她身上，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个女性导演所独有的魅力和风采。李沁总是无法享受到剧本所提供的福利，这并不令人意外。然而，李沁展现出了她的智慧，这是她智慧的一种体现。李沁所饰演的这几部戏，无论是《庆余年》还是《人生之路》，皆属于广义上的男主剧范畴，这一点毋庸置疑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它可以被看作是一部爱情悲剧的喜剧类型片。言简意赅，述说的是女主人公佩戴饰品的情节。因此，尽管李沁看起来像是一部又一部电视剧，但她的才华并未得到充分的发挥，无法被视为优秀的资源。女演员的表演受到了限制，这是导致她表现不佳的根本原因，而李沁则束手无策。因为李沁的聪明才智，所以我们不得不使用这个词汇来形容她。尽管剧情可适度减少，戏份也可适当减少，人气也可适度降低，但务必要保留足够的记忆节点。回忆起过去的戏剧作品，就像《庆余年》一样，尽管李沁的角色形象并不出众，但她只需一根鸡腿，便能吸引无数观众的关注和追捧。李沁在《人生之路》和《梦中的那片海》中，原本默默无闻的存在，却成为了一个家喻户晓的流行语，这让她收获了大量的好感。在尚未熟练掌握表演技巧的情况下，暂时充当绿叶寻找机会的角色也是一种相当巧妙的策略。或许在许多人看来，李沁连续2部备受瞩目的电视剧扑街已经成为了一则笑话，但只要她勤奋努力，天道必将眷顾她。仔细审视她的职业规划，不难发现，被人嘲笑的她已经踏上了另一条充满机遇和挑战的道路。结语：尽管李沁一直被指责无法胜任女主的角色，但实际上她已经另开了一张桌子。作为一位备受瞩目的演员，她的表演技巧并不足以令人惊艳，相反，她通过各种巧妙的手法，让观众对她留下深刻的印象。况且，只要李沁找到一部与自己相得益彰的剧本，她就能施展出12分的才华，我们也无需担忧她现在只是一位默默无闻的绿叶。让我们翘首以待，期待着李沁这位杰出的演员的精彩表演。